自称岩雪圣城居民，甚至拥有识别代号。Vita， 你究竟是什么人？简而言之，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炮里土生土长的居民，只是恰巧在使者大人颁发识别代号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了圣城而已。而我的上一个家乡，你们刚刚也已经有所耳闻了。啊，就是刚刚绮罗讲述的那个被毁灭的世界炮——凋零之星。得了，一直这么空想下去也不是办法。照我说，只要稳定住当下的局面，那个什么梭的事情，大可以以后再慢慢研究。虽然希尔用高塔贤者的全能暂时稳定了世界炮的结构，但是融合还在进行。这的确有可能是梭一开始就植入了岩雪圣城世界炮的规则。若事情果真如此，我之前说的3把钥匙，他们所打开的或许是一扇地狱之门呢。哎呦喂，咱可别长吁短叹了。石头博士，你刚刚说过，我们理论上有可能将2个世界以锚点固定，并发射回本征世界，对吗？理论上有可能，就像幽兰戴尔做过的那样。不过，如我所说，我们必须首先保证点的稳定性，否则贸然模仿，不过是一种毁灭世界的自杀行为。我知道，所以你想要来自量子之海的律者全能吗？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之前不是反复提到了另一种全能吗？那个能不能用？另一种全能？时之律者，你难道是指……嗨，那还有什么难道啊？不就是你现在继承过来的这个贤者吗？虽然不是律者，但他好歹也是来自量子之海的全能吧？贤者的全能与本征世界的律者全能并无可比性，也无法构筑起数学意义上的不动点。等等，薛定谔博士，究其根本，我们是需要将2个世界炮自身稳定住，以避免它们在相关的操作中被量子之海本身侵蚀，对吗？是的，所以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我们需要一个数学意义上的不动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或许已经找到它了。因为我们面前的这2个世界当中，的确存在一根永不变异的主轴啊。等等，难道说……原来如此，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就是因为它过于显而易见，反而几乎被大家忽视了吧？你们怎么都明白了呀？那个主轴究竟是指什么？拥有高塔贤者的这座巨塔，从方方面面来说，对这2个世界而言都处于永恒不变的位置。它或许可以天然成为锚点的基础，对吗，博士？这值得验证。不过讽刺的是，这可能意味着高塔本身也是因为所植入的规则才诞生于此，而我们却不得不利用这点吗？哼，简直就像在本征世界对抗崩坏的时候一样呢。哎呀，那古话怎么说的来着？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不管怎么说，点的问题看来有希望能用轴来解决。很好，那我们就先……你还是高兴的有点早，时之律者。啊？又怎么了？在幽兰戴尔的例子中，我们先天就拥有一个能够整合世界炮结构的装置，能够把一切内部空间信息相对轻松地汇聚于一点之上，进而完成繁衍。但此时此刻，高塔应该并没有从这个意义上完全掌控黑白世界。我说的对吗，米斯特林、普罗米修斯？
的确如此。不过，我也有一个猜想。希尔，你能试着集中高塔贤者的全能，感知世界炮中的空间能量最为集中的地方吗？记住卫灵仪式的方法，应当可以做到。我试试看。的确，我现在能感觉得到，就像是黑暗中的萤火虫，有几个很特别的光点。我想我能找到它们的位置。这些地点或许就是整合一切的关键，它们是卫灵仪式的关键节点，也是保证贤者的全能可以覆盖整个世界的重要枢纽。有道理。不过，如果想复制幽兰戴尔的壮举，我们还需要寻找至少一组能够和本征世界接续的空间坐标。通俗的讲，就是要找到能够回到本征世界的路线。在当年的事件中，这一点通过空间信标格尼乌斯得以自动解决，但现在我们可能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类似的效果。这个好说。希尔和我在量子之海里曾经潜游过很长时间，自主定位本征世界的事，也曾经为了 Bronya 真的做过一次。这个我知道，是和海源之眼有关的那次，对吧？希尔，苏珊娜，我现在恐怕暂时做不到那些。自从进入这个世界炮以来，我在量子之海中的感应能力似乎就无法发挥出来了。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在自动屏蔽我在这方面的直觉，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也不能随意离开高塔。说不定是因为你和高塔贤者间的潜在联系，导致你也同样受到了规则的制约。毕竟梭如果存在，他肯定不愿看到有人能带着他的世界逃亡。这么说来，我倒是有一个人选。那边的前世界蛇干部怎么样？他不是很擅长从量子之海里面伸出魔爪，绑架本征世界的人吗？现在是你发挥才能的时候了。的确，我之前的考虑多有不周，害得大家陷入了当前的困局。我会多加反省，并承担起责任。哼，你现在倒说得好听。关于这点，他说是要承担责任，但恐怕还是会让你们的期待落空。米斯特林确实拥有操控空间的能力，但他并不像空之律者或者千界一城那般万能。就拿我们在量子之海的旅行为例，他必须利用世界炮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及对异种圣痕的感知来判断大致的方位，并将异种圣痕本身作为借力的信标使用。就这？那他是怎么把希尔掳过来的？还有你自己。好了好了，提这个做什么？又不是事情的重点。那个啊，纯粹是靠我不断的尝试，我往本征世界的大致方向不断制造和输送能够通往量子之海的裂隙。当然，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目标才能进入。简单来说，就像是不断尝试一台抓娃娃机。还好我运气不错，成功抓到了2只。啊，不对，3只。不对，抱歉，作为过错方，我不应该这样举例。如果不是隔着一个世界炮，我现在就让你见见血。讨厌，打起来打起来！冷静，你们别把我的载体给捏碎了。我们现在还有办法回去吗？以目前的情况而言，很难讲。而且，根据你们的说法，我制造的裂隙出现在了长空式的虚数起点附近。如今看来，这本身也可能和梭的影响有关。等等，反过来说，确实，影响。
要去哪里？寻找本正世界坐标的事，就交给我来想办法吧。你们只要把基本锚点连接到轴上，构筑起可用的世界级锚点就好。基本锚点，世界级锚点，什么意思？哦，人走掉了。它应当是指希尔通过卫灵仪式感知到的实际节点，以及目前还不存在的能类比于幽兰戴尔体内的那种可以控制整个世界的锚点。如前所说，贤者和高塔在这个框架下可以临时起到幽兰戴尔本人和圣剑的作用。而长远来看，只要回到了本真世界，我们就能得到基安娜他们的帮助。逻辑上倒是通顺，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坑。是啊，谁知道他又会想出来什么自认为无害的鬼主意？不，既然他打算一个人去做准备，恐怕……诸位请放心，我相信他已经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真的吗？不管怎么说，他好像确实胸有成竹。希尔，你不会……也是。如果不相信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我们好像还真要坐以待毙了。所以，试着去相信她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是吗？唉，谁让这件事的当事人是希尔呢？谢谢大家愿意信任我们。别自作多情，我们不是信任你，是信任自己的判断。没有关系，大家能达成一致就好。为了计划的严谨性，我提醒大家一句，你们那边有位同伴似乎还一直没有发表明确的意见。哎，你们怎么都看着我呀？你们刚才讨论的事，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发言权。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平民，除了平常运气或许好一点。怎么会？快停下！拜托了，另一个我，真拿你没办法。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对不住了。速战速决！咻咻！对不住了！速战速决！尽情舞蹈吧，在音乐停歇之前。小声！呀，咻咻！维塔，你没事吧？还好，我没什么别的长处，就是反应还算快。抱歉，这些高塔贤者留下的神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之前好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呢。啊，确实，我们第一次来到岩雪圣城的时候，丽塔也被一群神使袭击了呢。啊，那是……神使是贤者全能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没有高塔贤者的命令，神使绝不会自动攻击无辜的人。至少在我和米斯特林逗留的这段时间内，
从来没有岩雪圣城的居民遭他们袭击的报告。神使，他们好像在警惕着维塔。为什么呀？维塔他不是遵纪守法的圣城居民吗？之前我们这边的沙士倒是试图攻击过身为平民的鬼火，不过当时这些鬼火正沉浸在我的幻境里。或许这就是原因，因为这些鬼火相当于被我控制，违背了贤者的规则。很有可能。沙士与神使是二元一体的存在，他们必然有需要这么做的理由。使者大人，瞧你说的，我确实是善良无辜的圣城居民啊！对了，一定是这样。神使也像小柱和城里的那些机器一样，是由使者大人你开发的软件来控制的，对吧？一定是程序出现故障了，把我误认为了敌人之类的。不，神使并不是由我制造的机械。我刚刚说过，他们是高塔贤者全能的显现。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撒谎。绮罗小姐，虽然我一直觉得你很可疑，不过直到刚才，我才确信你果然有所隐瞒。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对吧？对了，你们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过他吧？这是小柱。我不是在问他的名字，如果我没理解错，这应该是人工智能吧？人工智能？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样形容小柱。既然如此，你怎么会如此了解他们是借由程序操控的事实？确实，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进一步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维塔也不会是从我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也就是说，啊哈，看来是无话可说了呢。自称岩雪圣城居民，甚至拥有识别代号。维塔，你究竟是什么人？既然暴露了，那就没办法了呢。怎么说呢？我也不是真想这么干啊。这家伙是破罐子破摔了吗？不是真想这么干，又是什么意思？抱歉，我是想说，没办法，时机确实非常不凑巧。什么凑巧不凑巧的？你倒是说啊！是啊，你刚刚也听过我的故事了，现在该轮到你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了。同意。至于你是否具有恶意，我们会在听完后进行评断。因为之前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所以我的故事倒是讲起来很简单了。简而言之，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炮里土生土长的居民，只是恰巧在使者大人颁发识别代号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了圣城而已。而我的上一个家乡，你们刚刚也已经有所耳闻了。就是刚刚绮罗讲述的那个被毁灭的世界炮——凋零之星。什么？喂，你可别信口开河，那个世界都被毁灭100多年了。看吧，我就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肯定会被你们认为是在胡说八道嘛。不过，我真的没有说谎。绮罗，你们遇到的查特博士，他也是我的朋友。我说，你不是顺着我的故事在编吧？我知道，空口无凭。对了，刚才你说查特博士有一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格言，对吗？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那句格言是不是永远对明天心怀希望，永远做好每一天的自己？我以为永远对明天心怀希望之后写的是永远积极乐观。等等，
我好像没对任何人说过他的纸条上究竟写着什么，而且那支笔上的 V， 所以，Vita，你……很抱歉，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尝试重新赢得大家的信任。星岩离199年最后一个傍晚，大爆炸来临的不到1个小时之前，那同时也是新星球勘察队的第一次起航。新星球勘察队？是的，查特博士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未来与可能性的希望，他就是那样的人。查特博士和阿特拉斯里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一直在秘密制造能飞离凋零之星的航行器，而我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恰巧就是最初被选中的船员之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看到的景象。凋零之星，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瞬间就被大爆炸的火光淹没了。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和希望的光，星岩的光芒，此时却成为了不祥而可怖的幽冥鬼火。因为事出突然，除了正在航行器上进行维护的我，其他人都没来得及登船。那一刻我知道，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又成为了孤立无援的漂泊者。后来经历了漫长的漂流，我幸运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航行器坠入了岩雪圣城外的荒野，岩雪圣城的居民们接纳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把我当成他们的家人朋友一样看待，让我非常感激。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在这里安稳地生活下去。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你们。至于神使为什么会袭击我，我猜测，恐怕是因为他们能看出来我原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本能地对我有很多提防，想要确保圣城的安全吧。虽然这样追问或许有些无理，你刚才说自己再次失去了故乡，也就是说，你原本也并不是凋零之星的居民，对吗？是的，不过，在之前的故事，我可就真的空口无凭了。比如说，最初孕育了我的世界，并不是地球。无论岩雪圣城还是凋零之星，他们也都不算地球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对各位而言，查特博士、卡伊爷爷、伊斯奶奶、潘卡叔叔，他们都是世界炮的居民，并不属于所谓本征世界，对吧？怎么，你想说你不是这样？我的情况的确与他们不尽相同。用你们的语言来说，我想，孕育了我的那个世界，叫做金星。金星？难道是太阳系8大行星里的那个金星吗？我们的文明在很久之前就被崩坏摧毁了，那时我们还没有任何星际航行的能力。作为幸存者，我在量子之海的深渊中，不知度过了多少时光。不，仔细想来，那种环境里原本就没有时间这样的意义。总之，在外部的世界不知过了多久以后，因为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从金星附属的空间中跃迁到了你们地球附属的空间里。与我们那边不同，你们的文明似乎极其繁盛，在漫长的时光中孕育了无数投影。在旅行的途中，我曾在某个帝国的都城见证了世界的轮回，也造访过由可爱的人偶们主导的迷你世界。当然，也有像凋零之星这样的悲伤故事。我记得之前你们很诧异，为什么我会觉得岩雪圣城的大家都很有趣，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里所有的人。我想，或许正是永远失去了故乡的人，他们会额外珍视自己的新邻居吧。